盗墓贼寇二虎子想的挺美，跟他叔叔商量，要把这田氏带到他乡外地结为夫妻。从今以后我也不干这种营生了。他叔叔一听就急了，能行？这大活人不管你带到什么地方去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将来一旦泄露了，咱全得玩完呢。不如行个人情，给他送到家去，他还得念咱的好处。咱再洗手不干，比什么不强啊？结果这爷俩各执己见，三说两说，脾气都挺大，从文斗就升到武斗。这寇二虎的年轻有把力气，手里又有家事，他抄起斧子来，照到叔叔就是一斧子。他满以为他叔叔一躲挂点彩就算了，哪知上年纪的人呢，手脚迟钝，闪躲不灵活。另外他也没想到寇二虎能下死手，稍微一迟愣，一斧子正砍后脑勺上，咔嚓，脑浆子都出来，哭求就死在这儿了。二虎子也害怕了，我的妈哟，我的！后来他一琢磨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干脆算了，他就把他叔叔周到这棺材里了，这坑借这堆土把他叔叔给埋了，挟持着田氏离开了本县。你说田氏不好反抗吗？哎呀，您忘了，弱小的女人呢，吓得骨酥肉麻，几天不吃不喝，就是棒小伙子也受不了何况这寇二虎手里拿着凶器，跟凶神恶煞相似，哪敢反抗老老实实跟着他到了临县，临时就住到这儿了。这寇二虎干嘛呀？真不完分掘墓了，捡起木匠活来，到寺外去揽活去，没事儿就把他锁起来。前几个月他还是看着他，怕他到官府告密，又怕他逃走。后来一看这田氏死心塌地跟了他，他放了心了，这才把门给打开，还给田氏一点自由，他到远处去揽活。这事怎么这么巧？没想到今儿个田氏到河边洗衣服，遇上了公爹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田氏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经过诉说一遍。老头气得直跺脚，造孽造孽呀！我说丫头别说了别说了，你可受了苦了。田氏也说，老人家，我这一肚子话我必须得道出来，道完了我死也瞑目。现在我没脸见人了，我失身于贼手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话我说完了，我只能够一死而已。别，丫头，你是好人这个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你是被逼无奈呀。丫头，这件事情就叫它过去，跟我回家，到衙门里头把你当家的赎回来，见着官儿把真相都供出来就好了，抓住奸人，依法惩处，咱们也除出这口胸中的恶气，省得他害祸旁人。话是开心锁，这么一说一劝，田氏不哭了，这才想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一会儿那二虎子回来给堵上，那小子驴行霸道的，背不住就行凶。我一个女人，我公爹是个老头，哪架得住就这地方旷野深山喊破嗓子没人听得见想到这儿，东西也不要了，把衣服归着，一老一少爷儿俩这才离开二虎的家，奔到河边登上船。老头告诉船家，快调转船头
回咱的家，越快越好。哎，船家也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替他们家高兴。正好顺风顺水，小船十分的快啊！一口气儿走出来将近3个时辰，6个小时，这就离着望海县的县城不太远了。哎呀，3个人都高兴啊！可是船上没有什么吃的，买那烧饼肉都吃完了。田氏也饿了，老头也饿了。老头一琢磨，得吃饭呢。看来二虎那小子撵不上我们了，他怎么知道我们顺这方向走呢？也没什么可怕的了，干脆定下心神，打打尖，吃饱了再走也不迟。跟儿媳妇一商量，田氏同意，小船靠岸，老头领着田氏还有那水手3个人弃舟登岸。前儿不远就是个小村，这阵正好要吃晚饭的时候，村里的人三三五五，有的年轻人聚在一堆，是边吃边谈。有的在树下，有的靠着墙根，有的蹲在门口。旁边不远是个卖烧饼的地方，他们买了10个烧饼，又买了几个咸鸭蛋，蹲在这门口就在这吃，吃完了好赶路。说冤家路窄，怎么那么巧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后二虎子大步流星追上来了，大吼了一声，把老头吓得一哆嗦，鸭蛋也掉地上，烧饼也掉了。田氏吓得是抖一耳战，就剩下个小伙子使船的，闹了半天这小伙子也是个窝囊废，从来没见过事儿，见着也傻眼了。那个说寇二虎怎么追得这么急呀？怎么这么快呀？有原因，原来他在外头干活他也惦记家里的事儿，老怕田氏跑了，又怕田氏跟他不是一心，到官府举发，所以在外头草草的揽了点活，干完他就回家。正好一进门，看着门开着呢，再找田氏踪迹皆无。这小子一闻风，走不远呢，看洗的衣服还在这儿呢，衣服还湿的呢，他能跑哪儿去？他一口气追到河边，正好跟这人一打听，有的人就说刚才有个老头来了，把他接的上了船，奔南下去了。就这样，他也过了只船，在后头风风火火就追，所以前后脚追到这儿了。你想想这寇二虎多大的胆子，你是个什么人？杀人的凶手啊！他把这些事全忘了，怎么叫二虎子呢？一看田氏要跑，他大步流星倒近前，一把把田氏的胳膊抓住了。臭娘们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走啊？没门，跟我回家！你撒手，你个罪犯，我要到官府去告你。告啊！你告我，我死了你也好不了。老头杨发在旁边一听明白了，这一小子就是杀人犯呐！哎呀，多大的胆子，你还敢追上来？到了现在，老杨头也豁出去了，过来把这寇二虎子腰给抱住了。杀人凶手，你往哪跑？到岸打官司吧！一男一女跟他就吊在一起了，3个人在当街乱滚呢。咱方才说了，这本村有不少人在门口吃饭，树下墙根里都有，边吃边说笑。一看这怎么回事，他们放饭不吃，全过来了，哗给围上了。田氏一看呢，靠我们的力量不行啊，就得求救啊。
各位乡亲，大家帮帮忙啊！这小子是个杀人的凶手，是个盗墓子贼，把我拐带了。我公爹来接我回去，他不允许。各位乡亲帮帮忙吧，他是杀人的凶手。一开始大伙儿吃愣，谁也没动。田氏连说2遍，众人如梦方舒，就有那见义勇为的人。是吗？看那样，这小女子不会说谎话。各位兄弟，想想上手，上手！你说这么多人往上一冲，那寇二虎再二虎，他也架不住，让大伙揍了个鼻青脸肿，摁翻在地。有人找绳子把他给勒上了。哎呀，杨发老杨头对大伙是千恩万谢呀！田氏跪在地上给大伙直磕头，这叫干嘛？这叫见义勇为。咱长话短说，本地的地保也来了，你管事儿，在本地面出了事儿了，过来一问怎么回事？杨发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地保一听，人命关天呐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好吧，按照老杨头所说，找了辆车，把罪犯二虎子周到车上，这爷俩也上了车，地保跟着，见证人跟着，一行人等这才来到望海县县衙。到这说明情况，望海县县令郑琛即刻升堂。升堂这一问，是这么回事，这才真相大白呀。好，本官正为此案发愁呢，带凶手。把二虎子带上来了。一开始这小子凶神恶煞一样，还不服不忿。官气急了，吩咐一声：“这个可恶的东西，揍他20棍子！”等揍完了，他谢神了，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，问啥招啥，把杀人的经过等等等一五一十全说了。有人做了详细的记录。郑县令长出了一口气，原来如此啊！哎呀，查一查，把这案子给判错了，那我不损阴丧德吗？来人呐，在监狱之中把杨继忠给提出来了。这杨继忠受老了罪了，那块头少了3号，两腮深陷，骨瘦如柴，蓬头垢面。等你到堂上一看，他爹在这儿呢，媳妇儿在这儿呢。莫非我做梦不成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这怎么回事？官一拍桌子，杨继忠，老爷，算你倒霉呀！命中注定你有牢狱之灾。听本官宣判，这次案子跟你没有关系，你错到什么地方？你不应该连夜逃走，你媳妇儿死是假死，你应当及时禀报官府。你跑什么？就因为你这一跑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情。虽然说你有牢狱之灾，受了不少的苦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别忘了，往后有事及时禀报，你懂吗？小人懂了。这样吧，你爹你媳妇儿都在，本官问你，你媳妇儿除了这个插头被人霸占了，你是休他呀，你还是要他？老爷，我们夫妻恩爱有加，这种事他也是迫不得已，小人绝不计较，我们依然是两口子好夫妻，我愿把他接回家去。好，这就好啊。
情有可原呐啊，说明你这个人有容人之量。田氏啊，听见没有？你也是受害人，回家好生过日子。田氏千恩万谢，老杨头千恩万谢，一家人离开衙门回家，高高兴兴去过日子。那个寇二虎子您还用问吗？他的所作所为，人命关天，理应当斩。就这样，到了秋后，咔嚓一刀，脑袋拨了下来，他算偿了命了。一场蹊跷的案子就此结束。一开始咱就说过这个案子，说是一件奇案，您听着奇不？这可是真人真事儿，这不是说书人编的。下面呢，我再给您说一个故事。这故事也挺蹊跷，主要是在人上。您别忘了古人说过这么几句话：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这个人说话你得嘴有把门的，不能捕风捉影，胡说八道，开玩笑也好，说气话也好，你说的得有边儿。往往一句玩笑的话，一句气话，就可能把你的命搭上。你看没事什么事也没有，要有事了，你抖了也抖了不清。下面这个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说的是宋朝徽宗年间，山东省阳谷县呢。阳谷县有一家非常有钱的人，姓朱，本宅的主人名叫朱明，家里有点事情，良田千顷，趁着100多间房子，好几处买卖，使奴换备，所以吃喝根本就不愁。这朱明父亲早死了，就剩下老娘。朱明还是个孝子，娶妻王氏，那王也是有钱的，所以小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，根本不愁吃喝，每天就是享福。你说这么好个日子呢，这朱明啊就差点劲。他也念过几天书，平常的时候不务正业，出入烟花柳巷，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调情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窑娼妓馆，有许多当红的妓女跟他都挺好，他这点钱呢都花到这上头了。另外此人呢长得不错，在这阳谷县一地啊，可以说是个风流的小伙，细皮嫩肉，穿的也带劲，女人们都挺喜欢他。他又年轻，长得又漂亮，所以就成了阳谷县县中的人物。本来日子不错，突然有一天这朱明要上街，又去找女朋友去，他的夫人把他拦住了，就这王氏啊，官人您上哪儿去？我会了几个朋友吟诗作赋。他能说我逛窑子去吗？说我去作诗去。今天你不能去，为啥？我浑身疼痛啊。你哪儿疼？你告诉我，咱们请郎中去。早晨起来我头疼，现在我脚疼，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。哎呀，疼死我也！一开始这朱明啊，认为他老婆跟他放刁，借口这儿疼那疼，缠住他不让他走。后来他发现他媳妇儿不是演戏，是真的，脸都变了色了，那脑门子上汗珠东西直淌，五官挪移啊！他这才害怕。来人啊，来人！仆人们来了，快去请郎中。说话之间，这王氏就人事不省了。他们家有钱，请什么好大夫请不来呀？请来了，
1号脉一观察也说不清楚这病因是什么，就浑身疼，窜的哪儿都难受，疼起来就要命。吃药拔罐子全然无效。从这一天开始，王氏是卧床不起，也就是3、5天的功夫，一命呜呼，活蹦乱跳的人说死就死了。朱明啊，心都空了。别看他是花花肠子，他也希望他的夫人健健康康的。他的媳妇儿特贤惠，在家理财看家那是一把好手啊。哎呀，他这个心都碎了，哭不。在家里头举哀超度了749天呢，整个的阳谷县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。本来他们家就显眼，出尽了风头，这场面这么大这么隆重，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就引起街头巷议，人们就猜测，你说那个朱的官人，他那媳妇身体挺好，是啊，前些日子还上庙里烧香去了，怎么说死就死了？就说的呢，暴病而亡啊！听说请了不少名郎中都调治不了。我看这里边有文章，有的人就说：“嘿，你还不知道啊？那朱的官人朱明，那是搬不倒骑兔子，不是个稳当钱啊！你别看在家里头有那么好的妻子，在外头那相好的成堆呀，保不齐谁给他出的主意给用了药了。无凭无据，不要信口胡言啊！总之说什么的都有。咱说这朱明超度完了之后，灵棚撤了，王氏入土为安，就剩他一个人挑门过日子。他这个心呢，觉着空落落的不是滋味。白天还行，人来人往的，一到晚上独守空房，没抓没落啊。这朱明一琢磨，我就这么守着，不可能啊，我得续弦呢。再找王氏这么贤惠的恐怕很难呐，那也得找啊。就这么放出方去了，要续弦。您说他们家这么有钱，愿意嫁到他身边的姑娘有的是啊，保媒的踢破门槛子。可以说那姑娘啊，车拉船载，介绍一份又一份，介绍一份又一份，这介绍人就太多太多了。但这朱明啊还挑花眼了，对哪份也不称心，哪份也不满意。不，老拿他死去的夫人比，的确也比不上啊。尽管他有钱，耽误了2月，这弦也没续上，把他愁的什么似的。这天朱明心里头烦躁，告诉家里的主管家人，照料着家，我到街上溜达溜达。这一溜达，引出一场杀身大祸。